好，那我们接下来再继续讲第二个部分，就是 Nuclear Reprogramming 跟 iPSC。那这边会讲到两个主要的科学家，他们分别都各自在2012年呢拿到诺贝尔奖。一个是 Sir John Gordon，OK，因为他的非常杰出的研究呢，他也得到了这个爵位。近期他这前几个礼拜的时候已经过世了 ，OK。那另外一个是 Shinya Yamanaka， 日本的学者 ，OK， 现在在 Kyoto University。OK， 我们先来看 Sir John Gordon 他的研究。其实，早在1950年代呢，有非常多的人在研究这个发育的过程。那个时候，他们一直在问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一个受精卵它可以发育成，最后它可以变成一个完整的个体？可是呢，在这发育的过程里面呢，这些其他的你就知道说，它其他皮肤肌肉不会再变化成别的不一样的细胞。这中间在发育的过程，为什么到 adult 的时候，它会丧失了这一些分化成不一样细胞的这些能力？很早的时候，在受精卵的时候，它可以做到分化成不同细胞，为什么到成体的时候不行？是不是他们的一个假说？是不是今天在体细胞它的细胞核里面的东西 lost 掉什么样的 information， 让它没有办法再分化成别的细胞？它是不是细胞核里面 DNA 或者 whatever any information 在里面 lost 掉，跟这个受精卵它少了某一些讯息做这件事情？所以他们那个时候有这些想法的时候，那个年代的做的实验就很简单，就是把这个体细胞细胞核拿出来，塞到另外一个卵里面，看它会不会还有办法去分化 ，OK， 去做这件事情。所以呢，他就取了这个非洲爪蟾，就一种青蛙，取它的皮肤细胞，然后呢取它的细胞核，然后再取了另外一个它的 egg，OK， 这个 egg 不是受精卵然后去把它的 DNA 去除掉。那这个 DNA 去除掉你今天可以用类似吸管的概念，就是毛细管把它吸走，或者是你今天也可以local 的去照 UV 光，可以让它的去活性就把它破坏掉。然后呢，你再用毛细管去打入这个从 skin cell 皮肤细胞来的细胞核，然后这个卵呢，一旦感受到，我刚才是不是提到，它一旦感受到是一个完整的两套的这个染色体，它就直接开始分裂 ，OK。然后所以因为这些卵它并不需要代理孕母，它就可以自己开始分裂，最后就变成一个蝌蚪，然后最后再变成一个青蛙。所以他们借由这样的方式，知道说你体细胞的细胞核并没有 lost 掉任何的 information， 它其实只是缺乏了一个外在的环境，让它刺激它，然后变成是可以再分化成一个完整的个体。所以它叫这个细胞核做这件事情叫 nuclear reprogramming， 就是它重编组、重编译这样的一个概念。OK， 那其实它本来的目的是想要去做这件事情，但是这件事情发生了一个意外的应用是什么？你今天这个青蛙的所有的性状就来自于这个 DNA， 它的 DNA 跟这个青蛙是一模一样的，因为它就是它。我现在如果你身体上面，除了你的生殖细胞，你的体细胞所有的基因都是一样，所以我取任何你的身体细胞去定序，去做亲子鉴定，都可以代表你这个人，好吗？因为你不同的细胞里面的基因是不一样，所以最后这两个青蛙性状是一模一样，就开始有所谓的复制动物这样子的想法出来。那在1952年呢，是这些两栖类，然后后来1984年就开始有这些鱼类，然后1997年这个你们以前在历史课本上面可能你们还没出生 ，right？ 还没出生吧？就是一个桃莉羊，一个哺乳类，它就开始 clone 出来，老鼠，然后牛等等这些不一样的，或是猫、马、小这个 rat 大鼠，或是这狗等等，都在很多的不同年代都把它 clone 出来。那当初这个桃莉羊呢，是一个非常大的突破。你看之前都比较简单的物种，现在是直接变到哺乳类，所以在那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进展。所以它那是怎么做的呢？基本上它是取一个 somatic cell 的 donor， 它就取它的这乳腺的细胞 ，OK， 取下来，然后另外一个呢取它的 egg 的 donor， 就找的另外一个人会donate 它的 egg，OK， 我相信他不是自愿的，他就是做实验然后 donate 出来。好，然后他就把这两个细胞呢，用 electric 的 shock， 你今天只要这个细胞，你只要给它一个非常瞬间的高压，它可以把这细胞膜变得流动性比较好，它就会打洞开来。
让他们两个靠在一起的话，你现在打他们两个就会融起来，然后它里面的细胞核就跑到另外一个细胞里面。OK， 这个本来这个 egg 它的细胞核会先被去掉，然后它再融合进去。当它感受到有2N 完整的这个 chromosome 在里面，它就开始分裂，最后再找一个代理孕母。OK， 也就是因为有发掘这些所有的这些机制呢，也造就了我们未来可以做很多的越来越成功的 IVF 的这些事情。最后他就生出来一个跟他当初 somatic 这一个人呢一模一样性状的一个小羊，他就取名叫 Dolly。OK， 那他是1996年7月5号生出来的。那他后来呢还生了6个宝宝，所以他是有生育能力的。但是呢，他其实在一般羊可以活到12岁左右，可是他在6岁左右的时候就死掉了。OK， 就是有一些比较老羊所好发的这些疾病等等。那为什么会早衰的原因，大家认为是跟可能原本那个羊就有一些 genetic 的 defect， 就有一些基因上面的缺陷，或者说它可能有比较短的 telomere 等等，就是你的 DNA 它不会再变长。你今天就算你的 DNA 是老的，你细胞核里面是老的 ，OK， 它已经6岁，它当初移植的时候取的那个 somatic 的 cell 来自于的那个妈妈，她那时候就6岁，所以呢，她过去以后她就只再活6岁，因为她的 DNA 就越来越短 ，OK。那我这边虽然这样写，但是呢，这些事情都是错的。原因是什么？只是因为她当初移植的那些技术不够好，因为现在做很多的这些移植动物或是 clone 动物这些事情都不会影响它的寿命，它寿命还是可以一模一样长，就只是单纯你今天移植的手法或是一些秘诀厉害还是不厉害 ，OK？ 所以这当初的猜想其实不对 ，OK？ 并不，因为如果你今天是这样的话，你不管你 clone 什么样的事情，它的寿命就会跟前面那一个 donor 的时候是一样，对，但是并不是这样子，它就是可以一样跟旁边的其他的这些物种，同样物种都有同样的寿命。那在2018年呢，中国的科学家他就取了这个胎儿的这些 fibroblast， 这当然是猴子的胎儿的 fibroblast， 也是算一种体细胞 ，OK， 然后呢，他把它当然放到另外一个 donor 的这个 egg 里面，然后他这边有做一个手法是什么？他就加了这个 KDM4D 进去里面，他打了 mRNA 进去里面，所以他就开始表现这个东西。它是一个主蛋白去甲基化酶，主蛋白就是我们提到那个 histone， 上次是把那个 DNA 可以缠绕起来那个 histone， 有4片，总共8个的那个 histone。OK， 它缠绕很起来的时候，很紧密的时候呢，尤其它有甲基化 methylation 的时候，它有这样子的 methylation， 它就把它缠绕起来，所以你的 DNA 就会被去活化，因为它就变得非常非常紧密，什么事情都不会开始做 transcription， 所以什么事都不会发生。OK， 但你如果今天是他们发现说加了这个去甲基化以后呢，去掉这些以后，它就会开始松开来，所以它很多 DNA 就可以开始被所谓的活化起来，开始可以表现出 gene。OK， 那在这样的状况底下呢，他们有比较高的成功率，最后在代理孕母去生。当然前面有测试了十几个，最后的成功率就生出2个。OK， 而且是完整生出2个，一个叫中，一个叫华吗？他们2个都从同一批的胎儿的 fibroblast 来的，所以他们的性状也都是一模一样。你去定序他们的亲子鉴定，他们的 genome 就是一模一样，他们就是类似像双胞胎这样的概念。OK， 那后续他们长多，现在2018年 ，right？ 后续他们长多大，然后健不健康，有没有再生下宝宝？不知道，对，我查不到，对，所以就这样子了。发完 paper 就对 ，OK， 就不知道，对，好。那现在呢，其实有非常多的可以复制宠物的，已经商业化 ，OK， 比如说这个 Vilgen， 在美国的一个公司呢，它就可以帮你的宠物去做 clone， 这个就是这个 Georgia，OK， 这个 clone 出来的。还取另外一个名字 ，OK， 他们的性状就是一模一样。对，那查了一下，它的价钱差不多，如果你今天 clone 一个狗或者是一个猫，差不多$5万。对，有一些比较便宜一点，猫一个看那个难易程度，有些3万5，有些5万，平均5万。如果今天是要一个马 ，OK， 因为更大只更难 ，OK， 那个就要差不多$85,000。对，所以我这边想要问大家一个问题，
OK， 最后一堂课，我真的很怕你们没有发问的，所以连这个问题也可以算，所以这样子你们就会比没来的人分数多一点 ，right？ 好，那大家来提供你们的答案一下。我这个应该是有连线的吧？你们投票了吗？有反应吗？有。如果你有能力复制你最爱的宠物，你会这么做吗？很多人不会，我吓到很多人会。需要了解更多再决定，需要存更多钱再决定。什么？那个钱可以买一只更可爱的。哇塞，你真是喜新厌旧哎！你们有没有？我有一次看我儿子玩那个，有个游戏叫做幻兽帕鲁。幻兽帕鲁，然后呢，它就是就是那个某国有点模仿宝可梦的玩法，然后但是这个不一样的是，你可以叫那些你的帕鲁们呢去工作，可那帕鲁们会生病，然后生病以后就直接拿去吃掉，做肉吃掉，我再去抓就好了，就是有这样子的非常 real， 这个确定给小朋友这是一个好的教育的概念吗？就类似这样，碰到这种雇主也算他衰啊。好，所以还有人还在决定，投完了没？有人是还在用那个3G， 是不是网络很慢？好，有没有人要分享一下为什么会的人会派？这不是有25%？会的人为什么会？来，你有养宠物？我自己是养比较长寿的龟龟，因为我妹龟龟就是陆龟，它很你给它的名字叫龟龟。可是因为我妹养了2只仓鼠，然后这个是送命的，对。然后她那个时候又是她有点忧郁症，然后是靠着仓鼠来稳定那个病情，这样子是的，对，然后就好可怕，就超可怕，所以我就觉得你真的换掉它分辨得出来吗？再换另外一只，你去宠物店说，有没有长得跟这个很像的？Yeah, it's a good reason。还有吗？这25%不是只有一个人吧？所以只有4个人投票，是不是？来，还有没有？会是谁？他其实是投不会，但是他很想要回答，他才会拿到分。那不理他。你可以查查看那个 Google AI 可不可以帮你回答。我想要回答会，但是可以给我一个乱周的理由吗？还有没有？还有没有？会，再来一个会的。来。你需要再重新教他，他的记忆不会，他不是达赖喇嘛，他的记忆不会再转移过去。对，你需要再重新教他。你应该选这个，需要了解更多再决定。他不会记得的。对，这不是所谓的 epigenetic， 然后他会记得在他的 DNA 里面。它只长得一样。对。那你找一只长得一样就好了。可能5块美金可以解决，你不需要花5万块美金。那个脸书上真说5块美金找一只长得。然后你要先放着，然后看你妹有没有发觉什么样的异常。不然你每5天换一次，这样就。渐进的是温水煮青蛙，一直换。一直换。他就发现他可能本来就长得不一样，他就不会发现突然。就是社会上还是有很多恶劣的雇主，就是这种喜新厌旧什么什么。好，不会的，不会，我只要找2个人，然后来。就他不是同一个个体，就是他的个性也不一样，然后你可能跟他互动方式也会不一样。对啊，就是基因是基因，但是他的就是双胞胎站在同卵，他们也是不一样的。对啊，你碰到那个双胞胎哥哥，你也不会喜欢他弟弟吧？对不对？对啊，对啊，所以他长得一样，但他不是你认识的他，我会觉得更难过。睹物思人。对啊，就是他跟你认知已经不一样，然后他还是长得一样。
还要再教他。对啊，嗯，对。好，还有没有？不会的。来，我好。哈？你会比他先？龟龟可以活多久？不是300岁吗？那个也有，但是那个是比较专业的。可以当传家宝这样。我本来没有养宠物，但我想说，现在你要花5万块美金去复制一个宠物，不干脆买一个对寿命比较长的宠物。龟龟。啊。然后还可以帮我送终什么的。他不会帮你送终，他只会帮你吃掉。我看过类似这样，不过那是草食性动物还好，对，你就对，就没有这样的疑虑，对。啊，有杂食性的吗？就是你身上开始长草以后呢 ？OK， 好。那什么？帮你扫墓。好，再一个，你觉得复制宠物最大的问题是什么？要算2个问题。对，我一直在帮你们冲成绩。你看我设计这课程有多辛苦，你们都不讲话，我有多辛苦。啊什么？对，你回答又可以再算，好吗？所以我没有说一定要来上课，但是各位来上课一定要多一点分数，对不对？你可以选一个你觉得最重要的吗？所以大家都觉得不是同一只，还要再教啊！这些没道德的人，没有人觉得是道德伦理，然后我们要不要再去上一下学术伦理的课程？啊，有了吗？好，那个道德伦理的那个，可不可以举一下手？是谁？按错，是你吗？哦，你没有道德伦理哈，没道德，好，这不是同一只，所以这个是最大的原因。OK， 对，我觉得对我来说，那就不是同一只啊。然后，对，而且要重教，那不可能它会遗传记忆的。对，我也觉得它辨识不出来。对，那个仓鼠真的长得超像，每个都很爱吃，然后都塞满嘴巴，就长一样。你就它是什么？它就没有吃那么多，它不会像一般人它就是瘦瘦的。但是有时候它就性情大变，就开始吃很多。我们不同年纪的时候也做不一样的事情，不是吗？晚上突然变胖。好，所以呢，我们再回到这个地方来，为了要让你们多一点成绩，真的是，而且这是总分呢，好吗？这总分呢，OK， 所以这是之前看到的 Stencil 的 program，right？ 所以这边就提供了一个可能性，什么？你今天即便到了已经到 somatic cell 的时候，它不是单向的，它是还可以 reprogram 回来。OK， 它提供了证明了这件可能性，并不是我们见到体细胞它就完全 lost 掉任何我们已经知道的关键的东西，没有，它今天还是有机会回来到 stem cell。但接下来的问题是 how 怎么做到这件事情？那接下来就要提到这个西亚亚马纳卡，他也是一个跳脱框架的男人 ，OK， 就是因为他没有那些框架，他敢去设计一些大家都觉得不可能的实验，最后就让他做出来。好，他怎么做呢？我们先很快的讲一个概念，就是什么 transcription 的 factor， 它会 control 这 cell 的 fate。就是说，一个细胞来说，你今天会接受外界的刺激，它可能是生长因子，可能是 hormone， 可能是 whatever 环境的因子，这些有可能是不一样的，有很多时候是蛋白质，有这些东西，它跑到细胞里面呢，然后它碰到刺激了某一些所谓的 transcription factor， 让它表现变多、变少，或是转移它的位置，然后最后它就粘到特定的 DNA 上面，有可能是它所辨识的某一些特定序列的这一些地方，我们叫它 promoter。
然后就 drive 它相对应的这一些基因的表现。这些区域呢会去形成特定的这些 genetic 的 codon， 我们就叫 open reading frame， 开放读码区。OK， 我们的细胞就会用这些当成 DNA 的模板去产生出 mRNA， 最后 mRNA 会用这些每三个会当成是对应氨基酸，最后就变成蛋白质。所以一个 factor 来刺激以后，最后有一个蛋白质回应它，让这个细胞就开始有反应，会开始接受反应外界的刺激，最后它有不一样的 cell fate。那这是一个基本的概念。那在 stem cell 上面呢，有一个 gene 叫 FBOX15，它当然有它 FBOX15 的 promoter， 然后有 FBOX15 的 open reading frame， 它是受这样去控制的。那它当然会有一些 stem cell related 的 factor， 让它，因为这个 FBOX15 只会表现在 stem cell 里面，这是已经知道的。OK， 所以它一定也是用类似这样的概念，就是有一些 stem cell specific 的东西 bind 到它的 promoter， 然后才会让它表现，然后最后表现出 FBOX15 mRNA， 然后最后表现它的蛋白质。这个已经当成是大家都 acceptable 的一个 marker， 就大家都可以接受它就是一个可以当成 stem cell 的 marker。可是大家都当它是 marker， 没有人知道它的功能是什么。你拿掉它以后，究竟对于 stem cell 会不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其实就不知道 ，OK， 所以他就这个Shinya Yamanaka，他就是尝试要把这个 gene knock out 掉，把它的 open reading frame 里面的这些 knock out 掉，去除掉 ，OK， 做这种 genome editing 去除掉，看这些 stem cell 会不会就不再是 stem cell， 或者他没有办法去做这件事。结果他做了一个 knock out mice， 然后做了这些 knock out 的 cell， 然后他发现花了非常非常多的钱，很多的就什么事都没发生。如果是一般人的话，早就疯掉。因为我今天花了很多钱，我什么事都没发生，他的学术可能就再也你没有一个很大的发现的话，你就掰了 ，OK？ 所以这个可是他somehow就没有被这个所谓的 negative result 所打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实验大概10个有9个都失败，我们每天都在跟失败的 data 不断的面对这些事情，然后只要一个真的是成功，就会非常非常开心 ，OK？ 但是，所以我们常常要学会面对挫折这些事情，就是Shinya Yamanaka他做了一个非常好的示范。他做了什么事情呢？他把它换成，既然他不需要 FBOX15， 这些 stem cell 还是可以变成 stem cell， 就表示他可以当 marker， 可是没有他也不会怎么样 ，OK？ 那他就把它换成另外一个什么 beta gel 的这个 open reading frame， 它是另外一个抗生素的蛋白质的 gene。放在这个 FBOX15 的 promoter 里面，只要这个 cell 它是 stem cell 的状态，它就会因为 FBOX15 的 promoter 去 drive 它就会开始表现这个 beta gel。OK， 它就这个 beta gel 呢，它就产生 beta gel 的 protein， 它就可以抗一个药剂叫 G418。OK，G418 有 beta gel 的细胞就 G418 就杀不死，没有 beta gel 的 cell G418 就会杀得死。所以你最后就可以变成什么样？你今天有这个东西，再加G418，你可以杀死所有不是 stem cell 的细胞，它就自己会存活下来，你就知道它就是 stem cell。OK， 他做了这样一个系统，然后呢，他这些也是那个FBOX15， 然后 beta gel 的这些 cell， 他在这个时候他取他的 somatic 就是 fibroblast， 这个时候去 G418 一定全部死掉，因为他们都不是 stem cell。他们的 FBOX15 没有被活化起来，所以它的 beta gel 也不会表现起来。OK， 有 follow 上来哈。好，那他做了什么事情呢？以前已经知道有非常多会在 stem cell 里面才会表现这些 marker， 他就一个一个丢进这个细胞里面，他就看是不是丢进去，它就会变成 stem cell， 就是这么样。我们听起来就觉得 ridiculous， 这是哪来小学生 propose 的一个 proposal。OK。他把这所有24个丢进去里面，再加 G418， 看有没有细胞会活下来。OK， 结果就真的有细胞活下来，他大概也傻眼，就这个小学生设计的一个东西，居然就真的有东西活下来，所以就开始你在显微镜底下就开始看到有几个 colony 在那个地方。OK， 所以他就发了一篇 paper， 直接发在 Cell 最好的那个期刊。就是 induction of pluripotent stem cell from mouse embryonic and adult fibroblast culture by defined factor。
就是它最后你养在这个 culture 地，你就看到有这些 colony 活下来。OK， 刚才提到24个 ，right？ 它就慢慢的减少，究竟哪一些 factor 才是主要的 factor？ 它就慢慢减少，减到最后发现是4个 gene 就可以让这个fibroblast 变成 stem cell， 然后它就会开始表现 beta gel， 然后就存活下来。那最后呢，发现说，有 AX3、4、SOX2、KIT4 跟 CMYC 这4个 gene， 就是让它可以从 fibroblast 变成induce 出来的一个 stem cell， 然后人家就叫它后人就是我们后人呢，就叫它 Yamanaka factor， 因为他发明的。OK， 他需要 Yamanaka 就叫 Yamanaka factor。好，那这个呢？这个是平常我们在 culture 的时候 embryonic stem cell 它长这个样子，它就一个一个 colony。然后这是 MEF， 就是 mouse 的 embryonic fibroblast， 它也是属于是一个 differentiated somatic cell， 它是可以 culture 然后会摊平这样开来，它不会聚成一坨。可是呢，如果你今天把这 MEF 丢了那4个 gene 以后，它就变成一个 IPS MEF， 它就可以开始有这个 colony。然后你会看到这一个右边是看这个 cell proliferation 的细胞生长这个速度，这个是随着它的时间培养的时间一直过去，然后如果今天是 NEF， 不长到这边就死掉了，它就再养不下去了。可是呢，如果今天是 ES， 就是这个方框 embryonic stem cell， 它就可以一直长，它是 immortalized， 它是可以不断长下去。另外一个 IPS 也是可以一直长下去，因为它后来才发现说，有定义很多事情，它是有所谓的多功能性，它可以分化成3个胚层的细胞，所以它才叫 IPS， 就是 induced pluripotent stem cell， 是诱导出来的，并不是它本来就有的。OK， 好，那它把这些细胞呢，加上了不一样 define 的这些生长的因子呢，它的确也可以生成3个胚层的细胞，比如说这 smooth muscle cell， 或者这些 cell endoderm 或者 ectoderm 的不一样的 cell， 它其实都有机会去把它生成出来，而且都可以用它们的 marker 传染得到。还有做另外一个很重要去验证。你的 stem cell 是不是可以分化成不同胚层的细胞的一个做法，叫做这个 teratoma 畸胎瘤嘛 teratoma 的这个 assay。OK， 基本上呢，它就是把你认为的 stem cell 直接打在老鼠的皮下，然后它就开始生长。然后因为它不是打在子宫，它也不是有一个良好的排列的一个细胞，所以它长出来，它会长成一个肉团，肉团里面呢就有各式各样不一样的组织。OK， 你看过去就会像一个异形，但是那个你才在里面不断的切片，你就可以看到这是一个肉团在这里面。OK， 比如说这个就是 iPS cell 打在这个兔子的皮下，然后它最后就长出一个肉团，长得超大一个。因为它今天是 immortalized， 它只要有营养它就会长大。然后你有 ECM 在那个，它当然会长大。然后你再取这个下，然后你就去切，然后的确可以看到里面，比如说有这些 cartilage 软骨啊，或是 CNS， 或者是 epithelial， 或是 adipocyte 这些脂肪细胞，或是这些 muscle 的这些都可以在那个肉团里面看得到，证明说你今天你打进去这个 cell， 它是有能力去分化成各式各样不一样的组织，这个就叫做 in vivo teratoma 的 assay。OK， 但是这个需要一样有学术伦理的问题，然后呢，一样它是需要申请严格的这些审查才可以去做这个实验。但这个是一个非常强烈的证明，因为你的这兔子或者这老鼠，它每次不会长出这个肉团，那个一定是从你的细胞来的。OK， 就是这样去验证。好，所以呢，最后这些实验呢，做非常非常多人去验证，所以这个 iPS 他们发现说是可以分化成各式各样不一样的细胞，会有刚才提到 ectoderm， 这边是 mesoderm 跟 endoderm 跟甚至 germ cell 就是生殖细胞都有机会。OK， 近期我可以提到，其实多元成家有很多，比如说男或是女，这也是一种选择。但是他们没有办法生出自己的宝宝 ，right？ 可是 iPS 至少在小鼠上面，公鼠的它是可以变成用 iPS， 然后再变成精子，然后最后它那个，或者说它的公鼠它的 iPS 可以变成卵子，然后它们是有成功的受精，然后成功的生出它的子代，几率没有那么高，但是它是证明是可行的。未来如果你今天是真的是可以
去做更多的优化的时候呢，男或是女他要有自己的子代后代也不是不可能，是绝对可能的。OK， 那学术的这些或者伦理这些议题是大家可以再去讨论。OK， 但是技术上面是可行的，至少在小组上面是可以的。好，那它大致上面的机制我不想要讲太多，因为其实也没有非常非常的清楚。但是呢，究竟那4个 factor 究竟做了什么事情？第一个，你今天一个 somatic cell c-MYC 会解开它的 chromosome， 它本来是缠绕在一起的，它很多东西是没有被活化起来的，它会把它解开来。那解开来呢，就可以让它 immortalization，OK， 就是它的不朽化，它就可以不断的 self renewal， 它就可以一直生长下去。可是很多时候，这个时候呢，它会启动别的机制，然后让它变成 senescence 或者 apoptosis， 细胞就死掉。我们身体里面本来就有一个机制，如果你今天这个不小心解开的时候，这细胞会死掉。可是你刚刚还有 KIT4， 它会抑制它不要走这个 senescence 或 apoptosis， 它会让它不走这个事情。然后另外一个 ACT3 跟 4 呢，又会让它变成是一个 newly potent 的 embryonic stem cell-like 的 cell， 就是它中间型的这个细胞 ，OK。然后最后在 SOX2 呢，会让它变成 induced 的 pluripotent 的 stem cell，OK。所以他们会慢慢盖的它，不要变成 tumor， 然后变成是中间型，然后最后再变成 induced pluripotent stem cell。但是其实这边就留下一些原因 ，c-MYC 就是一个 oncogene， 它就是一个导致细胞会变成 tumor cell 的一个致癌的 gene， 所以其实它有一定的形成 tumor 的风险 ，OK。好，不过呢，后来科学家发现说，其实只需要在最早期的时候，就它变成 stem cell， 在最早期的时候才需要这4个 gene。你后面你没有这4个 gene， 它也是可以一直维持着 stem cell。OK， 所以你只需要暂时的有这几个东西就可以。那但是你现在怎么样送？当初的这个 Shia Yamanaka 它是用慢病毒，就是 lentivirus， 是一种送基因的一个病毒 ，OK， 有点像是我们的类似安全性的艾滋病毒，类似这样子的一个病毒。但是他们或是现在其实有很多人又会用 adenovirus、AAV 等等，比如说你们打的那个 AZ 就是 adenovirus。那就有人会怕他们可能这些 virus 去 infect 你们，都有可能会造成 DNA 突变，都有可能造成这些 tumor 的可能性的产生。所以甚至你今天要做很多的 genome editing 这些事情啊，就是很多法规其实不符合，然后它的效率也不高。所以呢，科学家就尝试着说，我们有没有机会不要用送这些 gene 去 trigger 这些iPS cell？我们有没有机会？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些 gene 它 involved 的功能是什么，我们有没有机会用一些小分子的药物 activate 那一些事情，或者 inhibit 它不要走的这些 pathway， 最后光用化学小分子的药物就可以 trigger 这整件事情。这个是后来科学家想要去发展这些事情。因为你觉得你今天要打一个病毒，你比较害怕，还是你今天吃药你比较害怕？当然打病毒比较害怕，吃药比较，我们从小到大都在吃 ，right？ OK， 所以呢。一个中国的团队呢，他就真的发现了这些很多的小分子的药物。那 again， 我不会去考大家，我希望大家有这个概念就好。它叫什么 VC6TF， 就这一些，它会打开 chromosome， 然后会block activate 某一些 pathway， 然后 inhibit 某一些 pathway， 这些我都不会考，好吗？因为我自己也背不下来。但是你要有一个观念，就他们可以做到这些事情，然后他就会开始，只要加这些药物，然后不断的 treat 它1个月的时间。最后呢，他再 treat 这样子，他就可以开始变成iPS cell， 只要1个月，好吗？就每天泡在这些 chemical 里面，对，然后最后他再 keep 这些2I 的 medium， 所谓 2I 就是2个 kinase inhibitor， 一个是 inhibit 的 GSK3， 一个是 MEK2 的 inhibitor， 这个是通常大家去维持这个 mouse embryonic stem cell 的 pluripotency 的一个 medium，OK， 它就可以在这个地方 treat 那些小分子药物。这些综合的这些事情，然后就可以变成把 mouse 的细胞变成 mouse 的 embryonic stem cell。OK， 那这是2013年。后来呢，在2022年呢，又有科学家他又发现，刚才是 mouse， 接下来还是 human， 他再加了更多的不一样的这些 chemical， 最后他就可以把 human 的 cell 也可以变成 human 的 chemically induced 的 PS pluripotent stem cell。所以它也会变成 colony，OK， 这本来 human 的
and 把你的 fibroblast 就可以变成这个 colony， 这是放大来看。所以呢，现在甚至其实已经有厂商在卖，比如说这 AP Bio， 它就卖一个 mouse iPSC 的 chemical reprogramming cocktail 的 kit， 就它里面已经有所有这些不一样的 chemical， 你就把它泡一泡，然后就泡在你的细胞里面，它就会变成 iPS cell。我们当初不是那个秦始皇在找那个徐福要去找什么灵药 ，right？ 然后可以长生不老还是什么？啊，这个就是那个啊，理论上，你今天每天喝这个东西，你的部分体细胞就有机会变成 iPS， 然后就开始长出来畸形瘤了。I don't know， 对。但是现在要把一般，它没有任何技术上面的困难 ，right？ 你就是配药你要先学会配药，对，不要配错浓度。你只要学会配药，泡在你那 medium， 你就有机会得到 iPSC。OK， 现在已经可以做到非常非常的简单。OK， 好，那我们这边再休息个5分钟，接下来再讲最后一个 part。